今天想聊一篇前段時間在国內很火的文章，叫《置身丁內》。我是在几天前偶然刷到的，花了1个多小時才看完。讀完以後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驚。我離開國內職場已經很久了，在讀這篇文章之前，我真沒想到國內一些公司的職場文化已經誇張到了這種程度。不管你有沒有讀過原文，今天我想帶大家看一看文章裡那些讓我覺得不可思議，甚至有些荒誕的細節。先簡單介紹一下釘釘，它是阿里旗下的協同辦公軟件，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企業內部使用的即時通信和管理平台。按照阿里目前公開的口徑，釘釘服務超過2000萬企業用戶，80%的中國500強企業都在使用。它的規模很大，也是中國最主流的辦公軟件之一。但網上對釘釘的負面評價一直不少，很多人認為它代表的是一種強管理、強控制的辦公文化。不過我自己沒有用過釘釘，所以這部分不展開評價。置身丁內的作者網名叫優素，真名滕雅欣。他在2025年6月加入釘釘，參與了內部的萬項目。文章記錄了他從入職到離職前的親身經歷，全文大約7.5萬字。從內容上看，這篇文章主要有2條線。一條講產品，解釋 One 在定位、設計和用戶需求上為什麼沒有成功；另一條講人，講 CEO、組織管理、團隊和企業文化怎樣影響了這個項目。我不是產品經理，也沒有產品設計經驗，所以這期視頻會略過產品功能，重點講第2條線。下面的故事主要來自優素的親身敘述。這篇文章在國內引起了大量討論，帶來的後續反應也很快。文章在2026年6月4日發布到阿里內網，6天以後，阿里巴巴合夥人委員會在內網回應，直接批評釘釘團隊的管理方式，稱這不是阿里文化該有的樣子。6月11日，也就是文章發布7天後，阿里宣布釘釘管理層調整，陳航，也就是吳釗，卸任釘釘 CEO， 由1992年出生的陳宇森接任。先說吳釗這個人，釘釘就是他創立的。早年的釘釘靠 Ding、已讀、未讀、企業通訊錄和審批等功能快速發展，最後成為中國最主流的辦公軟件之一。後來，吳釗被調離釘釘，又離開阿里去創業。到了2025年4月，他重新回到阿里，擔任釘釘 CEO。當時阿里的目標也很明確，希望釘釘抓住 AI 時代的機會，成為企業 AI 的重要入口。吳釗回歸後，很快調整了內部管理方式，上班時間提前到9點，固定每天的晨會和晚會，縮短午休，週末從雙休改成單休，安排全員 Python 考試，削減部分節日福利，還要求員工不要私下加微信，對外統一說對不起，我只用釘釘。這些措施實施以後，釘釘內部出現明顯的人員淨流出。就在這個節點，優素選擇加入釘釘，他的朋友稱他為最美逆行者。按照優素自己的說法，他當時手裡還有幾個條件更好的 offer， 但最後平心平直去了釘釘。原因是他覺得自己能在那裡學到東西，他把自己當作學徒，希望跟着一個超級產品經理型 CEO 學習怎麼做產品。這一點我其實能夠理解。我剛畢業的時候也有類似心態，總覺得進入一家大公司，跟着厲害的人工作，能學到更多東西。至於這種想法到底對不對，那就是見仁見智了。文章第一個讓我震驚的細節就是他的面試。釘釘給產品候選人的大作業叫族譜上釘，要求候選人把至少6名家族成員拉進釘釘，建立一個真實活動的家庭組織，然後根據體驗提出產品見解。坦白說，我第一次讀到這裡，根本沒明白這個任務想考察什麼。簡單理解就是，你想通過面試，先要讓6名家人陪你使用釘釘。優素家裡湊不齊6個能使用釘釘的人，所以沒有完成這個任務。但他並沒有什麼都不做，他用1個週末去圖書館查大型族譜，聯繫經營族譜生意的商家，又組織朋友在釘釘上建立了一個出境旅行群，處理行前事項。他希望用這些替代工作證明自己的產品能力。最後一輪面試是吳釗本人，聽說優素沒有完成任務後，他皺着眉，一句接一句地追問：父親那邊還有人嗎？母親那邊呢？外公外婆還在嗎？真的湊不齊這6個人嗎？讀到這裡的時候，我已經不是震驚，而是有點生氣了。這些問題明顯越過了正常工作面試應該有的邊界。確認優素確實無法完成以後，吳釗沉默了10幾秒，最後給出的評價是：你的學術底色太重。面試接近結束時，他還問到優素的婚姻和交友情況，問他如果要創業，是否做好了放棄這些關係的準備。優素把這場面試稱為服從性測試，我覺得這個說法還是太文雅了。他考察的不只是一個人的能力，也在確認這個人願不願意服從，願不願意在目標和路徑都不清楚的時候，先接受創始人的信念，再把自己的私人時間和生活壓進去。接下來是每日一包。
這個詞的意思是，釘釘的研發速度非常快，老闆上午在群裡提要求，晚上就要打進內部安装包驗收。今天改交互，今天出稿，今天調規則，今天進包，今天發現問題，今天給方案。這個團隊裡仿佛沒有明天，所有事情都要在今天完成。那這裡的今天有多長？從早上9點開始，一直延伸到晚上11點、12點，甚至凌晨。問題是誰來決定他們今天做什麼？答案主要是吳釗。吳釗的信息流變成了整個組織的最高優先級。他看見的問題立刻進入戰時狀態，他沒有看見的問題，即使用戶反覆提出，產品經理反覆爭取，也很容易被放進重要但不緊急。人的精力終究有限，哪怕每天從早上9點工作到半夜，也不可能完成所有事情。如果吳釗當天指出幾個問題，團隊就必須先解決這幾個問題，其他工作全部往後排。這意味着整個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壓在了一個人的判斷上。他看到的如果是真問題，團隊就能快速前進；他關注的如果只是表面問題，整個团隊也會跟着跑偏，而且跑得特別快。為什麼吳釗會形成這種近乎偏執的管理方式？這跟他回歸時面對的壓力有關。他曾經親手做大釘釘，後來被調離，又離開阿里去創業，但創業結果並不成功。2025年重新回到阿里時 ，AI 正在重寫辦公軟件，阿里內部也在重新分配 AI 時代的資源和位置。吳釗迫切需要證明2件事：釘釘沒有老，自己也還能再打一場勝仗。這種焦慮最後落到了日常管理裡。文章裡有一個很形象的細節，叫金色飛賊。有一段時間，每天中午1點半，午休剛結束，吳釗會帶着 HR 和幾名管理者巡視工區，陽光穿過玻璃，在他頭頂形成一圈反光。優素形容他像一顆金色飛賊，在工位之間快速穿梭。他走到一名員工身後，發現對方正在使用微信，隨後被要求手寫檢討並發到群裡的不是這名員工，而是他的 Scrum Master， 也就是直接負責這個小組的人。這件事的意思很清楚，員工不只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，他的直接主管也會被公開追責，於是紀律會沿着管理鏈一層層向下傳遞，每一層為了保護自己，只能更仔細地盯住下一層。比這個更荒誕的是看飛書几點熄燈。2026年4月2日晚上，所有 Scrum Master 和產品經理突然收到通知，午夜前不許下班。任務不是修改產品，而是觀察街對面的飛書辦公樓幾點熄燈。為什麼要看飛書什麼時候關燈？因為一份比較飛書 A 里和釘釘悟空的報告送到了管理層面前。報告認為，釘釘的 AI 體驗存在很多不足。管理層的反應不是先研究產品為什麼落後，而是先確認競爭對手是不是還在加班。他背後的心理推演是，如果飛書的燈還亮着，說明對方還在戰鬥；只要釘釘的燈比對方亮得更晚，就能證明自己投入的更多，也仿佛能抵消產品和戰略上的不確定性。說白了，就是用加班時長代替戰略判斷，用表演努力安撫管理焦慮。再說匯報文化。One 最緊張的時候，每周至少要向吳釗匯報2次，有時吳釗還會直接閃擊項目室，一次匯報短則10幾分鐘，長則1-2個小時。還有一次，原定下午4點的匯報，先改到晚上8點，再改到10點，最後變成午夜以後直接在項目室匯報，人的時間就這樣被切碎了。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召見，也不知道老闆什麼時候提出新問題，很難靜下心來完成需要長時間思考的工作。除了向上匯報，項目每天還有2次固定會議。Scrum Master 要寫日計劃、週計劃，拆分每日任務，組織晨會和晚會，再給成員打周評分。晨會在上午9點，晚會通常在晚上10點或10點半。所有人圍着牆上的看板，逐個說明今天做了什麼，接下來做什麼，卡在哪裡。下班前要拆完需求和任務，晚上還要繼續驗收新的安裝包。會議、看板和評分繼續產生更多模板、清單、截圖和匯報材料。做過軟件開發或者項目實施的人應該都見過這種狀態。項目慢慢變成了文檔裡的項目，大家在 project 裡畫線，在看板上打勾，填完一張表又開始填下一張表。這些工具本來都有用，但機制一旦失衡，文檔就會越來越像產品，產品則越來越像文檔裡的進展，最後收回員工。這種管理方式必然會帶來焦慮、疲憊和離心。優素在One項目裡暈倒過2次，第2次情況比較嚴重，同事叫了救護車，把他送到浙一急救。他當時的工作日通常從上午9點持續到晚上11點半，有時為了等發板或者開會，要熬到凌晨1-2點。週日固定上班，早上10點到晚上8點。最忙的一個月，他只休息了1天半。
按照打卡記錄，除去這1天半，日均工作時間約為15個小時。他還要利用原本可以休息的周六，完成試用期裡的 V6 1000分任務。為了找到願意配合的企業，他打了大量陌生電話，走訪周邊的小企業，額外花費約30小時，最後還是找朋友的公司幫忙才完成指標。如果認真讀完全文，會發現他在那段時間幾乎沒有真正休息過。更離譜的是評分制度，清明節前他請了半天假，節後又請了1天，中間隔着一個周末。前一周和後一周他連續2次拿到 B。他去問 Scrum Master 是不是工作哪裡沒做好，對方回答：你別多想，就是因為請假。而他請的這1天半，正是此前整個3月周末無休換來的調休。制度允許你休息，評價體系卻因為你休息而懲罰你，這已經不只是管理問題，更像是在羞辱一個人。文章裡還有很多類似細節，有年輕設計師被調去做與本質關係不大的工作，最後績效又不好；有人長期熬夜後開始胸悶；有人擔心自己做了太多雜事，簡歷已經花了；也有人沒有通過試用期就離開。所以我讀完以後一直在想，這樣的公司文化，這樣的項目，真的能讓人學到東西嗎？即使學到了，代價又是什麼？置身町內最有價值的地方，是他把一個真實的大廠工作環境攤開給所有人看。不是一句高壓，也不是一句內卷，而是凌晨的匯報，每天的早晚會，請假後的 B， 寫給全群看的檢討，還有一群產品經理站在窗邊觀察競爭對手幾點關燈。一個組織可以用員工的時間換來驚人的速度，也可以靠服從、評分和隨時響應贏下很多局部戰鬥。但代價起初只是一場拖到午夜的匯報，1天被切碎的時間，一個表格裡的重要不緊急。後來他會變成胸悶、暈倒、救護車以及不斷離開的人。如果這樣的企業文化真實存在，我的看法很直接，這種公司不去也罷。最後想問問大家，有沒有人在國內互聯網大廠工作過？你是否經歷過類似的管理方式？如果遇到過更荒誕的事，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。